Hello， 金牛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啊。那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它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所以如果你不是在首播看到这一则影片的话呢，就请你以当下的月份为主，或者是前后推敲1个月都没有问题。影片下方资讯栏有详细的影片使用说明 ，OK？ 那也不用担心，我相信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你看见这个影片跟听见这个讯息的时间，好吗 ？OK？ 好，那我们今天呢，一样在开场的同时，有这个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吧 ？OK， 首先呢，我会感觉这个月份呢，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会特别喜欢吃豆类的东西，就是你也喜欢吃红豆啦、豌豆啦、毛豆啦、绿豆啦，反正跟豆有关的哈，你就会特别喜欢吃哈。OK 哈，所以呢，这个月有可能你的身体需要这些，比如说豆类的一些营养元素，或者是呢，比如说蛋白质啦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在豆类制品你应该会蛮喜欢。但是我看到的大部分的人呢，你们应该是吃原本的，就是原型食物。OK 哈，就比如说毛豆原型食物，可能炒毛豆等等之类的。有一些人可能喝啤酒你们就会吃一些毛豆类似像这样。OK， 好，那第二个呢，要给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个月份金牛座的朋友们特别适合橘色或者是红色，橘红色也可以，两种颜色混在一起的。OK， 因为呢，这个月份我感觉金牛座的朋友们呢。怎么说呢？这个颜色会让我感觉可以替金牛座的朋友们呢带来一点点，就是怎么讲？不要放弃的坚持。就是我感觉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份呢，可能有一些东西就差一点点必须要坚持下去。这个颜色可以协助你有这些动力。那有一些人呢，这应该是一个小众讯息，你们最近应该会经常看到橘色的猫，就是橘猫啦，或者是你最近可能会领养一只橘猫，或者是比如说就很容易看到这种什么橘猫的卡通等等之类的哈。好，那第三个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觉得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你最近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去深造的哈，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讯息，就是说你可能申请到国外的学校，或者是比如说你的公司愿意派遣你去国外，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讯息。那呢这个机会呢，其实我觉得对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算是很兴奋的。OK，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要放下心中的顾虑，因为我总觉得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你可能有一些顾虑，但是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天地，然后还有这是一个让你能够去拓展视野的好时机，所以有可能你必须要放下心中的这些挂碍，然后勇敢的去闯一闯，好吧？好，这应该是小众的讯息啦。OK 哈，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啦。首先呢，这个月份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10，这3种能量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这个权杖骑士。 OK 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好吧 ？OK 哈，好，请稍后哦。不好意思，我这边再补充一个开场讯息哈。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你最近应该会有一些淋巴线或淋巴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哈，或者是去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协助这个部分，好吗 ？OK 哈，好。Hello， 大家好，我是Jane，非常感谢所有愿意在影片下方留言反馈以及按赞分享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会有我的存在。所以如果呢，你还想要收听更多不同多元丰富的精彩内容，请你一起来收听我的主题广播节目，以及订阅我的电子报，就会收到最新的第一手消息。那如果呢，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也欢迎你点开影片下方的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答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今天精彩的影片内容吧。我大概能够理解为什么最后一个开场讯息就是有一些金牛座的朋友们必须要去突破，比如说原生家庭给你的这个框架，或者是大家给你的社会观感或价值观，或者是比如说你可能受限的这个状况，你必须突破，为了你自己而战。OK 哈，我觉得你的能量场很明显的。OK 哈，就是说我直接解释给你听，你可能比较了解。OK， 来，我们直接来看细节哈。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抽到是圣杯侍者，抽到是塔牌，抽到的是 Justice。OK， 这个塔牌跟 Justice 还有圣杯侍者同时结合的时候，我觉得你得到你应得到的报酬了。OK， 或者是机会，或者是比如说一个契机。OK 哈，这个塔牌之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原本这个，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家。OK 哈，就比如说你原本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你原本的工作，或者是你原本的感情。OK， 这个 Justice 的意思就是说你
这个旧有的东西必须要摧毁，你才会公平得到你手上所要拿到的这个圣杯。然后呢，这个圣杯侍者呢，你可以注意看他是在这边撒网捕鱼的，而且他是捞到很多渔获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塔牌的结束，然后呢，你得到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对待，这个机会是已经在过去就来临了。甚至有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你的这个机会有可能在1-2个月前就已经可能在谈了，或可能在说了比如说公司在前1-2个月就说要派遣你去国外深造或者是在1-2个月前你就已经知道你考到国外的学校等等之类的那我那个是举例不用每个人都去国外那不然你所在的地方就没人了OK 反正呢这边就是有一个你值得要迎来的这个好消息，而且是你自己努力来的，而且是你靠实力去争取而来的这个机会终于呢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OK 那来到这个现阶段的能量场呢，你在这边有一个宝剑五跟这个权杖10，然后还有一个圣杯国王 OK 我个人会感觉呢，在你准备要去享用这个圣杯，就是说这个让你觉得很开心快乐的契机或者是机会或关系终于来到了。那来到了这个同时呢，这是一个圣杯侍者，接下来这边是一个圣杯国王，意思就是说呢，你从圣杯侍者要朝到一个圣杯国王就是你的阶级呢是要2阶级往上跳嘛，是不是这样说？那圣杯国王象征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呢是我很斩钉截铁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情你注意看。这个圣杯侍者呢是很年轻的，这个圣杯国王是白发苍苍的 OK 那这2张牌卡呢同时在你过去跟现在出现的时候，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金牛座的朋友们，这个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或者是你好不容易期待来的，或者是你觉得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很公平啊，我这么努力工作，老板帮我升迁帮我加薪应该的吧 OK 所以呢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这个好不容易属于你的登台亮相的机会，或者是比如说好不容易出现的一段很美好的关系等等之类，或投资的项目你必须要有智慧的去把它拿下 OK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有一个权杖10 OK 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自己知道，如果我要去拿下这个圣杯会让我很开心快乐的人事物 OK 我相对的我应该要负担这个对应的责任，还有付出应该要有的对等行动。就是说假设如果我持续延续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你们可以自己去套用在你们生活状况当中 OK 然后角色可以互换 OK 我举例你比较容易懂。比如说假设我就真的是考到国外的学校了，我当然呢如果要搬离开我的原生的故乡我可能接下来要自己独立生活，然后我可能要去适应新的环境，我可能还要结交新的朋友，我还要努力去攻读我的学业 OK 所以你要有智慧的去把这个圣杯捧好，然后这个相对应的责任跟行动你是要付出的。那来到这里呢，这边是有一个宝剑五 OK 宝剑五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这里有一个宝剑3，这边是有2个人是中枪的然后呢你把这个宝剑2拿在手上 OK 你必须要能够克服所有你要去成就这个圣杯的一路上面的阻碍，你必须要能够靠你自己去左右这个双刀流就有点像说你要左右去讲斩除它好像也是有点夸张啦，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排除万难 OK 比如说有的人会跟你讲，哎呀你有没有去国外住过你不可能适应国外的文化或者是有一些父母他可能很担心你，就说哎我不放心你自己一个人去国外什么生活啦等等之类的，这个有可能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阻碍OK 你必须要排除万难，要有智慧的去把这个机会拿下 OK 因为你的挑战牌卡在这边是一个钱币10 OK 钱币10在这个挑战的位置有几个重要的说法第一个，这个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所以这是一个钱币10的意象，所以有可能你会遇到原生家庭给你带来的障碍，给你带来的观念上面的局限，给你带来的框架，所以你要突破，你要有智慧，你才可以突破并且把这个东西拿下来 O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呢，你在这里是要克服的一件事情是跟金钱有关的，比如说你要去国外深造，那国外的花费可能比较大或者是比如说你要有一些现金在身上或者是比如说去到那边你所有的东西就要靠你自己了，你的资源就不在你的身旁了，对吧？因为这个钱币象征的就是一些资源，所以你等于是有点像是形单影只，或者是自己一个人要只身在外，所以这些东西会成为你的挑战 OK 那第三个部分呢，这个讯息也有点像是说当你呢有智慧的排除万难的去把这个你觉得好不容易终于是属于你的这个大好机会终于拿在你的手中了，这边意思就是说你要如何能够去发挥，把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或者是关系或者是投资的项目能够让它成为钱币10的这个状态意思就是说假设这是一个投资的大好机会终于来了，被你等到了 OK 那
你呢要怎么样去规划你的金钱，去投资这个东西，让它能够有盈利回来 OK， 或者是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如果要去读书的话，那你打算要读到什么样的学位，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得到什么样的奖学金，或者是比如说你要在那边找到什么样适合的工作，这个就是钱币石的一个意象，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实质的计划，而且是一定可以让你怎么讲有回收的哈，这个也是你的考验，好吗 ？OK， 那来到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抽到这边是圣杯5跟权杖7，然后还有这个是权杖5 ，OK， 好，来到这里呢，我必须要跟你讲哈，你自己本身拿到这个机会，你很有智慧，然后也冲过这些挑战的，我必须要告诉你哈，这一场不能讲说这一场战争啊哈，就是说在你准备要出发，或你真的要去做，或你真的要去拿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某些跟你怎么讲呢？我们就讲原生家庭好了哈。这边呢需要磨合的哈，或者是要答应你就是100%放心的哈。这个冲突或这个怎么讲？这个冲突或者是这个阻碍还是会有的，在未来还是会有的 ，OK 哈，因为在这里呢，你必须要拿着这个权杖去抵抗这些，就是排除众议，你必须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你要克服万难，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因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你为了要跟你这个喜欢的圣杯2结合，一定也会有人是不开心的，但是这个部分就是金牛座要去学习的，当你要去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谅解，但是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哈，假设我怎么跟你举例啊哈？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哈，我如果不顺从我自己的心去拿下这个好机会，我自己不开心啊，然后你们也会不开心，因为我会脸很臭 ，OK 哈。但是如果我是很开心去拿下这个机会，你们虽然不开心，但起码我会开心。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哈以这个数学来算的话哈，一个人不开心总胜过于2个人不开心好 ，OK。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要以最适合当下的状况去做出一个最适切的决定 ，OK， 这没有什么对与错的问题 ，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在这里可能会跟你有冲突的，可能会局限你的，可能有原生家庭的观念的问题的，可能会有一些框架、有一些限制的。我个人感觉这个东西在未来还是会出现，但是这个圣杯2之所以为什么好好的站立在这边，这个就是你想要的东西。你不要忘了，这2个圣杯2就是圣杯侍者跟圣杯国王的，还有这2个圣杯2加上圣杯侍者还有圣杯国王，象征的是圣杯4，这个是真真切切、明明白白属于你的大好机会。OK 哈，是别人递来的，或者是有其他契机的，或者是你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所以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件，这张牌卡是权杖骑士。权杖骑士象征的意思是说，权杖7加权杖骑士象征的是权杖8，你一定要动起来。你一定要向前行动。权杖骑士加上权杖5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走向你的胜利。OK 哈，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哦，你在这边缺的就是一个权杖6。这个权杖骑士象征的就是，只要你敢勇敢前行，你敢去付出行动，你就会得到属于你的光芒哈，就是这个权杖6的胜利。权杖6可以让别人看见，还有你会得到蛮好的结果的。OK 哈，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吧，请宇宙来看看，我刚刚要传递给你的讯息，我们请宇宙验证牌卡来进行一个验证，好不好 ？OK 哈，我总觉得这边有某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哈，你可能会怎么说呢？你可能会去过分考量别人的看法、观感，还有别人的情绪嘛哈，所以我在读后面这个能量场的时候啊。我会觉得，如果你因为别人而放弃你自己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梦想，或者是关系，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OK， 因为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跟别人无关。不管他们是跟你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人生中就是你自己的。这是我在读你的能量场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我应该要告诉你。OK 哈，好，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宇宙验证牌卡要说什么哈。首先呢，这张牌卡叫做圣杯8。OK， 来，圣杯8加上这个圣杯侍者，象征的是圣杯9。圣杯8象征是我过去所投入的一切，终于让我被我拿在手中了。所以这边一定是会有一个好消息会进来，或者是有一个好契机或好关系是会发生的。所以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这是一个月亮的小孩。OK 哈，那在这里呢，为什么会跟你说哈？你看哦，这边是一排月亮，这边也是一排月亮，这个就是一个月亮的小孩。月亮的小孩的意思就是说呢，很多金牛座的朋友们，我个人会感觉你的内心是敏感的，所以在要去追求或者是去拿下，然后可能要跟其他的人做一些抵抗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引起你这个情绪的动荡，我觉得是会有的。但是呢，你可能也要去思考一下哈。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自私自利，而是说有些决定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反应而去做出决定。
OK， 这句话他们希望我这样传达给你，所以你可以去思考消化一下。那在这个挑战牌卡这边呢，你抽到的这张牌卡是隐士牌卡，这张牌卡是钱币石。那为什么隐士牌卡要来验证你的钱币石？原因是因为你终于要去走出一条康庄大道了，你没有办法。我跟你讲哈，这个钱币石就像我刚刚跟你讲，这就像原生家庭，你原本住在这个地方，你要走出去，你要看到新的风景了。OK， 所以你不能再被这些所谓的传统观念啊、条条框框跟框架，还有一些什么你自己旧有的这些想法困住了。你要准备走出去了，你要去看到不同的风景，你才能够去创造你不一样的人生。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呢，过后我们来看到未来这个牌卡，这个是一个塔牌，意思就是说呢，我告诉你哈，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哈，你的塔牌是前后验证的。你在过去这个塔牌本来就应该倒了。只是来到未来，你确定要让它倒了，就是我决定我要去国外深造了，我决定我要怎么样了，我决定我要拿下这个机会了，这个塔牌是不能避免的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呢，这边还会再有一次动荡，有可能是让原本在这边可能阻碍你的、心疼你的或不希望你怎么样的人呢，他们会再一次的有所动荡，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个状况可能在这边还会维持，但是只要你成为这个权杖骑士冲出去啊，我个人会感觉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好不好哈？塔牌呢，如果重复出现2次呢，你就要特别注意哈，意思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能避免的。OK 哈，好，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天使跟宇宙还有什么额外的讯息给我们金牛座的朋友们好吗 ？OK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哦，哈，来为自己而活，意思是活出自己，活出自己的本质。OK 哈，这样可以看到哈，有对焦吗？好，我来看一下，哎，这样有对焦吗？啊，这样有对焦吗？啊，这样就有了。OK 好，好，来。这个就是为什么金牛座的朋友们，如果你是新来到我的频道，你一定要特别注意我的用词跟我的解释的方法。OK， 我刚刚就有告诉你了，你有没有记得前面我在跟你讲，这是你的人生，你要自己做决定，你不能因为别人的期待、别人的情绪、别人的想法而做了一个不适合你自己的决定。OK， 我刚刚有讲了，这个机会、这个关系或者是这个契机是你自己迎来的，你值得这个机会的，所以你要为自己而活。你的人生只有一次，我刚刚有讲的，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你不要管他是你爸还是你妈。好，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孝顺什么很叛逆你的父母亲哈，我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你为你自己人生做的决定，相对的，你又不是随便做决定。你刚刚这边是有一个权杖十的，权杖十的意思就是说，我会为此负起责任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的。OK， 所以金牛座的朋友们，这张牌卡已经重复验证我刚刚要传递给你的讯息内容了。OK 哈，所以你自己去思考看看。要不要活出你自己的人生，活出你自己的未来，好不好？因为我总觉得，我不能说这是老天爷给你的一个机会，我必须要说哈，这是你争取而来的，老天爷只是回应了你内心所想的或所渴望的机会。好吧 ，OK 哈，好了，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金牛座这一次的月运势能量牌卡解读。我希望其中有1-2句话可以帮助到你，好吧哈，也祝福金牛座的朋友们啊，选择胜利哈，抗战胜利，好不好 ？OK 哈，好，祝福你哦，金牛座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喽，拜拜。